嗨，祝我们周末愉快！我是明墨。今天这期视频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向日葵的染色知识。如果你也喜欢购置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哦，以防错过更多的免费图解和染色的小技巧。向日葵的图解有点长，我已经放在了描述栏的链接里面，有需要的基友们可以自取。如果图解哪里有不懂的话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，然后我会一一的解答的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染色的素体，给大家先看一下。这个是勾好的向日葵的素体，一共勾了2层。这个是叶子，里面有放了不锈的铁丝。在染色之前的话，先准备一些染色的工具。我们要准备吸水管、夹子、水、染色盘。这个染色盘我用很久了，所以它可能有点点颜色已经附着在这个瓷盘上面了。刷子，然后一杯清水要算刷子用的。染色的话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。我自己画了线稿，然后做了一些设计图，所以颜色的话，今天我想染的是复古的颜色，选用的是黄色，然后绿色，还有点黑色，然后和黄色调成棕色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染色之前的话，要给我们的素体先撕上水，拿一些干净的纸巾。纸巾是为了吸取织物上多余的水分，一定要把织物上的水分擦得干一些，这样子的话晕染不会太快，特别是新手的宝宝们。我们用干净的夹子先把它的形先夹一下。之前的一个视频里面有说过，我们织物的话最好浸泡在热水里面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让我们的织物也就是针孔会小很多。把下面这一层尽量的往下掰一掰，用干净的纸巾把它包住。一定要记得少量多次的去晕染这个。我们在染色之前的话，一定要在纸巾上先试色，试完色之后的话，再去染我们的素体，像这样的深褐色就可以了。花瓣上面一定要少量多次，不要一下子染太重，因为颜色不够我们可以再补，但是太重的话，这样把它铺开就比较困难。这个颜色的话，可能有一点点的浅，我们等会再给它加深一下。颜色，然后到浅的颜色，要把它过渡的自然一点。中间以轻轻的清水去给它过渡。中间这一小块的话，我想用一点点的青色和黄色，然后调和一下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颜色会更灵动一点。
其实周边的话，这个还是不够深，我们要先给它再调到深一点。染色的时候要知道，我们这个花瓣的后面也是需要染的，就是两面都要染，不然的话，不染那一边，然后我们的织物就会变得比较白，不自然。把颜色过渡一下，用的是橙黄色，里面稍微加了一点点。染色的话，讲究就是一个耐心，然后少量多次去晕染。然后大家喜欢什么颜色的话，可以在底下跟我讨论一下哦。用浅黄色，然后给整体打个底。第一遍染色染好以后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的翻面的染色一定要也染上。我们第二层花瓣的话，其实跟第一层的花瓣的染色其实差不多的，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发挥一下真的，然后慢慢的用就是红黄色去过渡一下，染完色给大家看一下。染色的话，它不是一次性就能染好的，就是如果你染色大概有70%的话是你满意的颜色，你等它干了以后的话，然后我们要再上第二遍颜色，就是哪里你觉得需要浅了，然后呢你需要去补的。我们染色的话一定要就是背面也要染到，这样子的话它才不会有留白，然后颜色的话看起来更自然，然后做饰品的话才会更精致。可以看一下。染好之后的话，我们就放在旁边，然后自然晾干。日葵的花朵染完以后的话，我们染一下这个花托。花托的话，我们以绿黄色为主，叶子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发挥一下。我把叶子染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同样是现在的清水。染完以后的话，我们染色也是跟花朵颜色的话做一个对称，染符合的颜色。我们以绿色、青绿色打底。我们要把颜色往旁边扫一下，然后用其他颜色跟它混合。我们这边就以绿色为主调。
这个复古的叶子染的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用清水在这边稍微的过渡一下，让它更自然一点。然后翻面的话也要记得染上去，不然的话它会有这些留白的素体。现在就是我染色好之后，然后就是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发簪，底下配的是黑檀木。这一支的话就是复古的颜色，因为当时设计的时候的话，然后正好是向日葵它已经快要败落的时候，所以它整体是比较枯黄的、成熟的，所以就设计成了一个复古的颜色。了一对耳环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耳环的话就比较明亮，就是它刚盛开的时候，然后是颜色特别的亮黄，然后中间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绿色的，然后给它的这个上边配了一个卡扣，卡扣也是织的，也是钩织的。OK，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讲解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对图解或者是染色的话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随时在评论区底下留言，我会一一解答。拜拜，下期见喽！